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有趣到让您睡不着的图解血管与血液的知识这本书。本书是由权威专家全面解析血管与血液的各种问题。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需要长期护理的时代，原因竟是血管和血液的老化；第二，越吃越让血管和血液焕然一新的神奇食物；第三，可以让血管和血液变年轻的2个最佳习惯。首先是第一部分，需要长期护理的时代，原因竟是血管和血液的老化。根据预测，未来需要接受护理的人将迅速增加。那么，想要避免护理，保持健康、自由行走的生活方式，到底该怎么做呢？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血管和血液老化。那么，你知道导致需要长期护理的第一大原因是什么吗？答案就是认知症。很多人可能以为认知症是大脑的问题，但其实血管和血液对认知症的发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排在长期护理原因前几位的脑卒中、心脏病、糖尿病等，也基本上都是血管和血液相关的疾病。换句话说，如果血管和血液保持健康，就能远离这些疾病，延长健康寿命，甚至可能无需护理，安详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且血管和血液，即便到了年纪大了的时候，也是可以变年轻的。大家听过血管年龄这个词吧？血管也会随着时间逐渐老化。那年轻的血管和老化的血管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血液流动的速度和力量不同。心脏泵出的血液大约1分钟就能在全身循环1周，再回到心脏。而要维持这样的血液流速，不光靠心脏的力量，还需要动脉血管内壁的平滑肌来帮忙。这种平滑肌就像泵一样，辅助血液有力的流动。所以，所谓年轻的血管，就是平滑肌有弹性，能有力收缩和放松的血管。而相反，老化疲弱的血管则是平滑肌衰弱变硬，无法正常发挥泵的作用，结果导致血液流动不畅，身体各处难以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血管像旧水管一样变得僵硬老化呢？主要有2大元凶。第一，高血压。当血压升高时，每次心脏跳动都会给血管内壁施加很大的压力，导致血管受损。第二，血液变粘稠。血液越难流动，血管就越要用力推动血液，这样就会让平滑肌疲劳衰弱。其实，高血压对血管的伤害是致命的。而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一个让血液变糟糕，导致血管老化的元凶，就是血液变得粘稠浑浊。那血液为什么会变粘稠呢？主要有4个原因：糖分摄取过量、中性脂肪超标、压力、牙周病菌。现代人大多数糖分摄入都超标，血液因此变得粘稠，流动变慢，容易阻塞血管。如果血液中长期糖分过多，最终就会发展成糖尿病。此外，中性脂肪也是个大问题。虽然适量的中性脂肪对身体有好处，但一旦摄取过多，就会以体脂的形式囤积在内脏或皮下脂肪里，还会渗入血液，让血液变脏变粘稠。再来就是压力，压力对血液的影响非常大。强烈的压力会让血液在短时间内迅速变得粘稠，导致血流不畅。所以，日常压力管理也非常重要。最近的研究还发现，牙周病菌对血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牙周病菌通过牙龈进入血液循环，进而诱发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等多种疾病。因此，牙周病必须彻底治疗。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血液才会逐渐变脏、变粘稠。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有意识地去避免这4大恶劣因素的影响。接下来是第2部分，越吃越让血管和血液焕然一新的神奇食物。这本书中，作者断言有几种食物对血管有着非常好的效果。那么，第一个要介绍的神奇食物，就是被称为万能番茄、洋葱、黑醋的超级血液畅通食材。
所谓万能番茄、洋葱黑醋，就是将血液畅通效果极强的黑醋、番茄和洋葱3种食材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最强血管食谱。首先，所有能让血液顺畅的食物当中，效果最佳的就是醋。醋可以改善血流，清理血液中的废物，是非常可靠的食材。特别是其中含有丰富的醋酸，能够抑制血糖值的急速上升，同时还具有降低血压、缓解疲劳等多重优秀功效。此外，它还能抑制脂肪合成，促进脂肪燃烧，对肌肉也有积极作用。正因为醋有这么多好处，所以说要让血液保持顺畅，醋是非常理想的选择。而在众多醋类当中，作者特别推荐的是黑醋。经过长时间发酵熟成的黑醋，含有丰富对健康有益的氨基酸。这种氨基酸不仅能强化血管，还能降低血液中的中性脂肪和胆固醇，自然也具备极强的血液顺畅效果。另外，黑醋还能促进体内代谢，让能量高效运作，改善手脚冰凉、水肿等症状。然后，除了黑醋之外，蔬菜中最具血液畅通效果的第1名是番茄，第2名是洋葱。先来说说番茄。番茄里最值得关注的成分就是番茄红素，它拥有强力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体内有害的活性氧。活性氧是导致血管内壁受损，进而引发动脉硬化、血管老化的主要元凶之一。而持续摄取番茄红素，可以保持血管柔软，稳定血压。此外，番茄中的钾还能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钠，有助于预防水肿和高血压。而番茄中的维生素 C 还能促进构成血管所需的胶原蛋白生成，维持血管健康。这些效果叠加在一起，番茄便成为维护血管与血液健康不可或缺的食材。接着是洋葱，洋葱中的酸胺在切开后通过酶的作用，转化成蒜素。这个蒜素具有降低血液中坏胆固醇并提升好胆固醇的效果。当胆固醇的平衡被改善，血液的粘稠度下降，流动就会顺畅很多。此外，洋葱还含有一种叫吡嗪的成分，以及一种名为胡皮素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与抗炎作用，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缓解炎症，这也有助于改善血流，调整全身状态。正因为这3种食材具备如此强大的血液畅通与护血管作用，万能番茄、洋葱、黑醋可以说是让血液变顺畅的理想料理。事实上，很多将这道料理融入日常饮食的人，都表示吃完没多久手脚就暖和了起来。那么，请把这道菜加入到你的饮食中，最终皮肤状态也会变好，看起来更加年轻有光泽。而且做法超级简单，比如利用罐装番茄的做法是最简单的。准备的材料只有切块番茄罐头1罐，400克，洋葱半个，黑醋4大勺。做法是将切成5毫米方块的洋葱放入保存容器中，加入黑醋搅拌均匀，再倒入番茄罐头搅拌一下，就完成了。当然，如果不用罐装番茄，改用新鲜番茄来做也可以。把这个简单做出来，常备在冰箱里，随时都能方便取出享用。这道料理本身非常美味，直接吃当然很好，也可以淋在沙拉上当成沙拉酱，或者和鸡胸肉一起做成鸡肉沙拉，或者淋在冷豆腐、油炸豆腐上吃，也可以和罐头青花鱼搭配，做成意大利风味，能快速搭配在各种菜肴中，作为万能调味料使用，非常方便。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2个要介绍的神奇食物，就是富含第7种营养素植物化学成分的食物。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植物化学物质，这种植物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的化合物，被发现可能对延缓血管老化、保持血管年轻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些成分在体内能发挥抗氧化、抗炎、免疫调节等作用，广泛存在于水果、蔬菜、豆类、坚果、海藻等植物性食物中，尤其被证实对改善血液和血管健康有积极作用。植物化学物质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氧化伤害，
保持血液质量。这些物质主要存在于蔬菜和水果中，但像海鲜中的虾精素、章鱼和鱿鱼中的牛磺酸、蘑菇中的贝塔葡聚糖，也都属于植物化学物质。此外，蔬菜和水果的颜色、香味和苦味正是植物化学物质的来源。因此，颜色越深、香味越浓、苦味越重的蔬菜水果，植物化学物质含量也就越丰富。请记住这一点。另外，像红酒和蓝莓中含有的白藜芦醇，不仅能防止坏胆固醇氧化，还能抑制血小板凝集，有助于改善血液流动，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再比如，可可中的黄烷醇能保护血管内壁，改善血流。番茄中丰富的番茄红素，除了抗氧化作用，还有助于改善血液中的脂质状况，调整血脂平衡，预防动脉硬化，可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促进一氧化氮生成，使血管保持柔软弹性。此外，像西兰花、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中富含的萝卜硫素，能激活体内抗氧化酶，减少血管炎症和氧化压力，从而提高血管壁弹性，延缓血管老化。还有像蓝莓等红色系水果、蔬菜中的花青素，能够抑制血管老化，改善血流循环。尤其对于血流容易恶化的老年人，摄取花青素效果特别好。要想最大限度发挥植物化学物质的效果，关键是日常饮食中要多样化摄取不同种类的植物性食材，不要只吃单一食物，而是将含不同植物化学物质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它们相互协作，能产生更强的健康效果。例如，早餐时喝绿茶，配上放了浆果的酸奶；午餐吃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沙拉；晚餐吃搭配了富含萝卜硫素的西兰花或羽衣甘蓝的料理。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就能自然获得这些对血液、血管有益的植物化学物质。那么，接下来第三个要介绍的神奇食物，就是拥有压倒性血液稀释效果的醋纳豆。或许有些人已经知道，纳豆本身就有让血液变得顺畅、预防血管堵塞的效果。但在谈到血管和血液健康的话题时，纳豆是绝对绕不开的存在。所以我还是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纳豆激酶。这种成分是只有纳豆里才含有的特殊酶，它的健康效果强大到不吃简直太可惜。纳豆激酶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作用，就是可以溶解导致脑梗、心梗等疾病的血栓。纳豆在特有的发酵过程中会产生这种酶，它能够分解血栓主要成分纤维蛋白，帮助血液流通顺畅，预防血管堵塞。此外，纳豆里不仅有纳豆激酶，还富含维生素 K2， 这是一种对维持骨骼和血管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尤其能防止血管内钙质沉积，从而预防动脉硬化。纳豆里还含有异黄酮，这是一种植物性多酚，具有抗氧化作用，可以保护血管内皮，减轻氧化压力。因为氧化压力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而异黄酮可以降低氧化压力，保持血管柔软健康。特别是对更年期后的女性来说，异黄酮还能通过类似雌激素的作用，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非常推荐更年期后的女性要经常吃纳豆。而如果在纳豆里再加上一点醋，做成醋纳豆，那它就是最强的血管养护食物了。醋纳豆的做法也非常简单，只需在一盒纳豆里加入1大勺醋，搅拌均匀即可。纳豆里附带的调味酱里通常含有糖和添加剂，尽量不用。把调味料换成醋，不仅口感清爽，还能进一步提升健康效果，非常推荐。接下来第4个要介绍的神奇食物，是很多人摄取不足的海鲜类食物。大家不妨回顾一下，最近一次吃海鲜是什么时候呢？其实，鱼类等海鲜食物对健康非常有益，但很多人平时很少吃。因此，我希望大家今后为了血管和血液的健康，尽量多吃海鲜，尤其是青背鱼类，例如青鱼、秋刀鱼、竹荚鱼、沙丁鱼等，富含 DHA、EPA 等 Omega-3脂肪酸，
这类 Omega-3 脂肪酸是我们健康生活不可或缺的优质脂肪，对血液健康作用显著。它可以让红细胞膜变柔软，降低血糖，抑制血小板粘稠，让血液变得清澈顺畅。而且持续摄取6周还能减少内脏脂肪。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肚子有点鼓了，那很可能是内脏脂肪堆积的危险信号。通过多吃鱼类，有助于减少内脏脂肪。刚才说的青鱼、秋刀鱼、竹荚鱼、沙丁鱼等青背鱼，Omega-3 脂肪酸含量特别高。除了鱼类，如果再能搭配一些海藻类食物，效果会更好。海藻类哪怕每天吃一点点，也能带来显著的健康好处。大家知道海藻滑滑的那层粘液成分吗？那其实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其中的褐藻多糖和盐藻糖胶能够减缓糖分吸收，抑制饭后血糖快速上升，而且还能排出肠道内多余的胆固醇，有助于降低血脂，维持血管健康。对于正在减肥的人来说，在吃饭前或吃饭中适量摄取海藻，能够帮助控制糖分吸收，效果更好。像裙带菜、昆布、海带芽、海苔等，都是日本人日常熟悉的食材。推荐大家把这些海藻类加入味噌汤、凉拌醋物里，养成每天吃一点的习惯，一定能让身体越来越健康。接下来是第3部分，可以让血管和血液变年轻的2个最佳习惯。我要介绍的第1个最佳习惯就是重碳酸温浴。可以说，重碳酸温浴是让血管和血液年轻化的最强入浴法，也毫不为过。虽然运动对改善血管和血液状态也非常有效，但这个重碳酸温浴最棒的一点就在于，完全不用像运动那样辛苦努力，只要什么都不用想，泡进浴缸里就能获得压倒性的效果。重碳酸温浴其实很简单，就是泡在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温水中而已。在自然界中，也存在被称为碳酸泉的温泉，而重碳酸温浴就是把这种碳酸泉的效果再现出来，让你在家里也能轻松享用。溶解在温水中的二氧化碳会通过皮肤渗透进体内，直接对毛细血管和血流产生良好的影响。二氧化碳溶入水中后，水质会变成弱酸性，这样的环境对皮肤温和，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代谢，提升血液质量。这就是重碳酸温浴的核心机制。而且重碳酸温浴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它具有非常高的血管扩张作用。当二氧化碳通过皮肤渗透进血管内时，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暂时上升，由此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此外，二氧化碳的刺激还能活化血管内皮细胞，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更厉害的是，重碳酸温浴所带来的血流改善，对末梢血管也有很好的效果。对于手脚冰凉、容易水肿的人来说，通过改善末梢血流，可以期待缓解这些症状。而这个效果对于老年人以及有循环系统疾病风险的人群来说尤其有益。此外，重碳酸温浴还能改善血液本身的质量。二氧化碳的渗透会微微调整血液的 pH 值，提升氧气运输的效率，还能期待预防脑梗、心肌梗塞等血管性疾病的效果。不仅如此，体内废物和二氧化碳也更容易顺畅排出，能获得很好的排毒效果。还有更棒的，重碳酸温浴还能带来减轻压力、放松身心的作用。入浴过程中，血液循环全面提升，使副交感神经占优势，心跳和呼吸变得平稳。这种状态不仅能让身心放松，还有助于获得更深层次的睡眠。现代人长期处于交感神经紧张状态，像肩膀僵硬那样处于持续紧绷感之中，而重碳酸温浴正是缓解这种状态的最佳方式。如果使用市面上销售的重碳酸泡澡片，即便是普通的浴缸，也能享受像碳酸泉一样的效果。最适宜的水温是38到40摄氏度，只需泡上15到20分钟，就能获得充分的效果。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2个最佳习惯就是
提升毛细血管功能的手脚抖动操。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运动可以促进血管和血液的年轻化。不过，过度运动会对身体造成过大负担，反而成为压力，甚至可能引发活性氧，导致身体老化。因此，适度的运动才是关键。比如轻度的力量训练来锻炼下半身肌肉，或者每天散步20分钟左右，就能让血管和血液逐渐变得健康。在这些常规运动之外，例如在本书中介绍的这套手脚抖动操，就是简单又效果出色的运动。正如名字所示，就是仰面躺着，将手和脚抬起来，像抖动一样晃动，通过刺激手脚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一种简单运动。这套动作可以在床上或者被褥上轻松完成，推荐在睡前做一下。那具体做法我来简单说明一下。步骤1，首先双手和一只腿朝天花板方向举起，然后像震动一样抖动双手和这只脚，持续30秒。接着手保持举起状态，把腿放下，换另一只脚举起，同样抖动30秒，最后将手脚都放下。步骤2，接着双手双脚一起朝天花板方向举起，像震动一样，同时抖动30秒。做完后，放下手脚，放松身体。是不是非常简单的动作？而且几乎不花时间，但仅仅靠这一动作，就能有效提升毛细血管的功能，让全身血管逐渐变得更强健。因为人体约70%的毛细血管集中在手和脚，所以通过这套手脚抖动操，能改善手脚的血流状态，也能帮助下半身容易滞留的血液顺畅流动。虽然动作很简单，但完成一套之后，你一定能感觉到全身微微发热，血液流动加快，血管和血液即使到了60-70岁，也依然有可能恢复年轻状态。只要从今天开始，注意饮食搭配，养成简单好坚持的好习惯，就能大大降低生活习惯病和长期护理风险，让人生下半场过得更轻松、更健康。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